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现在就业难成了很多人生活中的新常态，其中呢，这就包括曾被称之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我们来一起看几段视频。这两个小伙子都是大学毕业，学这个一个是学动漫设计的，一个是学工程设计的，现在在制造业行业里面干这个装卸，干普工。朋友们，有个工作上就不错了，千万不要挑三拣四的，尤其是刚毕业的小伙子，像这种23、24岁、20多岁的小伙子，刚进入社会的，别管你的工作高还是低，先找个班先上的。有好多小孩呢，就是放不下，感觉自己一个大学毕业的去干哪个3、4千块钱一个月，打不开面子啊！我是个高不成低不就的，现在的行情很紧张。就业压力也非常的大，有个班上就不错了，先骑驴找马。1222万大学生，2025年史上最难就业年，普通本科生就业率仅55%，月薪3500块，连房租都交不起。你们都找到工作了吗？我发现找不到工作的可不只是24届毕业生，22届、23届也都在找工作，这不25届大学生也毕业了。这一茬一茬的大学生啊，就像割韭菜一样，前赴后继的。这种大学只有入口没有出口，毕业即失业。我家有3个大学生，失业了1对半。我是在天津找工作，我妹在郑州找工作，我弟在老家找工作。我之前是在北京工作了5年，然后到天津这边，去年考研来着，到天津市今年2月份开始找工作，找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妹之前在北京工作了3年，然后现在去郑州找工作，找了2个半月没找到。我弟之前在杭州工作了2年，现在郑州工作找不到，他全国各地其实都在找，但也找不到合适的。一位男士说出当今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的惊人的情况。4月30号，我办公室突然来了一个应届大学毕业生，他说他毕业于云南某大学。我查了一下，这个大学是211，一个不错的大学。我说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公司工作呢？他说他们同班同学绝大部分还没有找到工作，现在不挑工作了，只要有单位愿意接了，他们就愿意干。后来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下，这个大学2025年的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最高的专业只有 53.42%， 来自于软件学院。而最差的专业是生态与环境学院，235个大学毕业生只有9个人找到工作，就业率只有 3.83%。而整个学校有毕业生5600人，只有1188人找到工作，就业率只有 21.21%。 看到这个数据，想想作为父母含辛茹苦把孩子培养出来，结果绝大部分找不到工作，这就是现实啊。2025年的3月12号，网上热传一篇微信公众号的文章，标题就是100多人只签了9个。今2025年高校就业数据有多恐怖？文章介绍，上海某高校老师发帖文披露说，院长说我们外国语学院今年毕业生就业率才到 7.69%，100多人就签了9个人，叫我们老师给他们找找。所以我们才看到很多大学生即使学习成绩很好，能力优秀，也很难找到工作。更可怕的是，有些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以后，还面临着公司老板的算计。跟大家说，现在企业都开始干什么事情了啊？你们绝对想不到，这25届还没有开始上班呢，有些单位就把24届的毕业生给裁了。24届这才上了几个月的班啊，试用期考核不过就给裁了。不光私企这么干啊，现在连国企也这么干了。很多企业为了保就业率，招了一批应届生，拿完补贴之后，试用期还没过完，就把应届生给裁了。在中国经济不断下滑的情况之下，即使在校期间十分优秀的学生，也是很难找到一份工作。我是2025届的文科硕士，从去年的秋招到今年的春招，一直截止到4月份左右吧。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一份工作，简历投了大概8000份，然后秋招的这个招聘会每一个都去了。在校研究生期间，我也在不断的拿奖，拿了一些国家奖学金，拿了各种科研的一些设计奖，还有一些跟着导师做了一些省政府的一些设计项目。
但是毕业却找不到工作。父母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付出了这么多沉没成本，我感觉现在挺没有脸见他们的，然后也不敢联系父母。我现在真的什么工作我都找了，真的好难好难。对于刚毕业就去当兵的大学生来说，接下来的生活是他们此前无法想象的。25岁无业游民，这大概就是我现在的标签吧。自己最近也陷入了一种焦虑当中。25岁对一个男生来讲，25岁没有工作，说实在的，我确实是非常焦虑。大学毕业也是3年了，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工作过。也不是啊，就是我其实是大学刚毕业就入了当2年兵回来之后，然后去年回来的，然后参加了考研，然后最近也没考上，其实也没什么意外的，没考上。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在找工作，从去年回来到去年3月份回来到现在1年了，1年待在家里，就感觉什么也没干成，挺失败的。现在找工作也找不到，简历投了几百家吧，真的至少有200多家了，但是自己又没个技术，什么又不会，真的很难找到。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现在连家长们都站出来了，这是大学就业难的讽刺的现实。弄了半天，大学也是把大镰刀。就比如现在的普通大学，不就是养肥了学校，成就了老师，谁还管你就业不就业？明年的开学季，成千上万的学生高高兴兴入校，哪知道画上父母的血汗钱，读完大学一到毕业季，哪里来哪里去？刚步入社会，四处碰壁，学了4年的大学知识根本就用不上，找工作困难重重，最终还是得回家啃老。送快递送外卖的80%-90%的不都是大学生啊？堂堂的大学生，但凡有出路，谁干这个？想想可笑吧！家政才是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救命稻草。1700万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多部门联合发声，积极吸纳高校毕业生去搞家政行业。我的姑娘今年也是大4，那时候毕业了可以找个家政的行业，那不是开玩笑。有人说，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是因为现在大学生含金量不如从前了。有人认为，大学生不好找工作，是因为现在就业环境太差，很多科技教培行业，很多公司都倒闭了，外资撤离中国。这是不可忽视的现实因素，但同样不能忽视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这些平民百姓家的孩子们辛辛苦苦读书10几年，但是因为没有关系，没有背景，与那些有关系、有背景的孩子们的确是无法比拟。2025年4月27号，中国网络热传，中日友好医院爆出胸外科医生肖飞因为情人及该医院的医生董希莹被护士白了眼，就把已麻醉的患者丢在手术台40分钟，直接带情人离开，引爆了舆论。有知情人士随后都爆出，董希莹在美国读高中以后，进入一所社区大学，又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女子学院读经济学专业。毕业回国，通过北京协和医学院4+4临床医学试点项目，直接转入医学领域，才4年就获得了医学博士的学位。那还有网友扒出更猛的料，董希莹母亲是北科大院长米某丽，父亲则是中野党委副书记董某辉，父母都利用职权为他发表医学论文署名，母亲还疑似用职权为其课题提供便利。有网友爆料说，董希莹的规培时间从常规的3年缩短至1年，并且跨科室进入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还参与手术操作。一篇热传的网文，董小姐的料不能再挖了，写道：4+4有一个硬性条件，就是必须在校期间修完生物、化学、物理、数学与逻辑思维，并且获得很高的学分，而且英语成绩必须排在所在年级的30%以内。董这些条件都达到了吗？4+4的必经之路是面试，同期的北大状元陈如月都被面试否了，他有何德何能通过面试？还是因为颜值？还是说早已经内定了？
该文更扎心地指出，博士论文是如何冒用中国科技大学学生赵基准的。规培期是如何从3年减为1年，他又是如何轻轻松松地跨专业换科室的。过5关斩6将，董小姐的传奇经历几乎每一关都是普通人耗尽一生都无法攻克的。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您知道吗？那还有网友做出评论说，董小姐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舆论风波？因为所涉及到的特权、教育、医疗、资源分配等问题，恰好触及了绝大部分人的痛点。董小姐的事为什么掀起如此大的风浪？这是集合了所有能够激怒普通人的元素：学术腐败、教育公平、医患矛盾、阶层固化。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不是上述那些找不到工作大学生不够优秀，也不是他们的工作能力不行，而是在中国，大量的待遇优厚的工作已经被中共各级官员为自己的子女甚至亲朋好友给提前给内定了。这也是中国大学生所面临的困境。在中国大陆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年满35岁的很多公司工厂都不要。现在就连国企央企这些看似端着铁饭碗的地方都在大裁员。天哪，完全没有想到2025年找工作比2024年还要难。就是前几天我不是有一个浙大的朋友嘛，他找我吐槽说他们整个部门都被裁掉了。他从毕业的时候就在这家央企里面工作，我们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个铁饭碗，但是谁能想到直接通知他30天内必须找到新工作，他整个人都是懵的，因为谁也没有想到央企的工作都能这么不稳定。其实这已经不是个例了，从2024年开始，国企、央企裁员的消息就非常多，比如像南方电网缩编，多个部门直接砍掉，还有像某国银行取消了60%的扩张计划，去年才进去的应届生今年成了被优化的对象。过去大家都觉得国企、央企进去就能躺平，结果现在裁员比大厂还要狠。一名网友表示，我在央企2019年月薪是17000多，到2024年月薪是11000多，2025年直接被裁员，现在在起诉公司等待裁决书。对于普通人来说，找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在广东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滞留，98%的厂已经爆满了，而且还是女士优先。特别是啊，现在的深圳、惠州很多厂都时不时停招满了。那我们的男孩子呢，千万不要盲目的过来，一旦来了的话呢，就可能会滞留。那滞留的结果就是几天都找不到工作。这几天的吃和住，你该如何解决？吃了10几天了，10几天了。没事，找得到的。这个厂今天要10几个人，然后现在这现场已经来了100来号了啊！而且这个厂现在叫我们劳务公司送人的话是不给馒头的，到这里你还要倒贴个邮费啊，一个馒头都不挣的。也有来这么多人，这为什么呢？好多人他是把自己亲戚朋友弄过来，那确实没地方安排了，人来这里碰碰运气试一下。反正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最真实的情况给大家看啊。有些人想通过中介找工作，结果遭遇黑中介。我又被中介骗了。我在路边找了个中介，那个中介跟我说这个厂又好做，工价又高，管得不严。结果我做了1个月，我靠，我不做了，我离职了。我去找那个中介，发微信给他什么收结工资，结果他微信都拉黑我了，电话号码都拉黑我了。我去厂里面找那种人事啊，那个总人事说要找到工头才能结工资，他说去找中介，结果我报警了也找不到，我去劳动局仲裁了也找不到，真的，又被骗了5000块钱，我去，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都没钱吃饭了，真的是。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饿得躺在大街上。一名底层打工者说出他们对5·1假期别样的感受。这个小长假对于有钱有闲的人来说，是高速公路堵车时的郁闷，是游览名山大川乘缆车的经历，是游乐场里过山车的眩晕，是傍晚溜在海滩西沙上的脚印。但是对于我们底层打工人来说，却是一个个难熬的夜晚，是一双双呆滞的目光，是一声声无奈的叹息，是渴望家人团聚欲罢不能的纠结。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几天放假了，停摆了，就没有活干，肯定就挣不到钱，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工友可能都吃不上工作餐，还得自己掏钱来填肚子。回乡弹琴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小长假对于打工人来说，不是无奈又是什么呢？在中共的治下，很多人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不少把希望寄托给下一代的人把孩子培养出来，发现他们连找一份工作都是越来越难，而底层百姓的日子就更加是惨不忍睹。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见。